颜彩画把1000年前的壁画变成了架上艺术，很多人真的以为这个是日本的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告诉大家这是中国的。我是连阳，85后四川人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，后来又去了日本多摩美术大学。以前呢被称为造龙师，因为喜欢画龙。13年吧，遇到了颜彩，就跑到海外去研究这个东西。颜彩画它其实是用各种宝石去画画，把矿石磨成粉，越堆越厚，它是一个立体作品。比如说像东浩，它是黑色的，那我就用黑碧玺、黑曜石来表达它的这种能量和质感。当时在海外留学，看到了很多国家画的龙，像日本龙的表情有点狡猾，包括西方的龙表达的是邪恶撒旦的同盟。我越想强调我们中国的龙它该有什么样的气势或者是灵魂，认真开始研究各个朝代的龙啊。汉代、魏晋、南北朝到唐这个时期的龙，它其实更像是兽类，虎豹的四肢。唐代之后又加入了其他更多的想象了，四肢就更短，更像蛇。龙在中国它是吉祥美好，而且是守护我们的。这幅画的灵感呢，其实是冬天的时候在读仓央嘉措的诗集，当时梦里边就想到了个场景，小仙骑着一头鹿去远方拾梦，路上呢惊醒了一条巨龙，但是这个巨龙它没有伤害它，而是继续保护它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用矿石本身的质感来塑造画面，整个龙给它做了一个立粉，可以理解成浅浮雕。有些地方呢又用铜加上一些腐蚀液，很快的变成一个锈蚀的那种绿色壁画的感觉一下出来了。雪山直接就用水晶粉把它倒在上面，就很像阳光经过了雪山不灵不灵那样的光泽。中国传统绘画很少去表现光，龙和小仙之间有一个金柱，用金箔整块的贴和撒成碎箔，金光灿灿的效果。龙在守护它，有这么一束光在指引它。我一直觉得龙只不过是通过我的手来到这个世界，画完了它，给它写上名字的这一刻，它其实就活过来了。龙女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融入进去了，大家常常叫连阳叫战士嘛，成为龙它一定是要经历很多挫折和伤害的，战斗到一半它从天上掉下来，身上还有伤，睡在湖边。一个龙的鳞片我是把它做了立粉，然后选用了一些非常闪的矿石，光一打上去像银河一样的。6、7年前推广颜彩的时候，其实阻力非常大。当你一个颜色这么艳丽饱和的作品出现了之后，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的艺术。那到了现在，你的藏家越来越多，颜彩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我自身已经从一个紧绷变成了一个放松的状态。现在其实一年也就画个10来张，我可以2个月就在西藏发呆，现在的节奏就是很放松了。扎基拉姆当时去西藏旅行，民宿老板跟我说他是中国唯一的女财神哦。扎基拉姆这次是和龙在一张画上，2024是青龙年，所以画的是一个青色的小龙，而且这个龙你能看出来它其实应该是蛮调皮蛮年轻的那种，全是大笔触，甚至是没有刻画细节，但是又觉得非常的饱满这么一个状态。现在的认知是龙不是只沉浸在它的那个造型和造像上面，龙其实它已经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能量。